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因为刚睡醒就收到消息了，所以还没有开嗓，声音也会有点怪怪啦。OK， 我们终于收到另外一个第8代步兵统帅的消息了。另外一位统帅就是斯巴达王的老婆哥果。我没想到她也是继承了她老公的衣钵，变成步兵统帅了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一下她的技能长什么样子。就如我上一个影片所讲的，重击伤害果然是有伏笔的。你们看她第一个技能就已经有描述到了，但是她这里的技能描述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当这个统帅发起下一次的普攻伤害时，会造成重击伤害，伤害系数2500。接下来3秒内，该统帅造成的普攻伤害增加 10%， 反击伤害增加 10%， 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 20%， 造成的技能伤害减少 5%。那我个人推测他最后一句造成技能伤害减少 5% 是扣自己的。不过这统帅也是玩重击伤害的话，其实没有必要用到技能伤害啦，只不过就不太适合搭配一些技能统帅了。如果这个是针对自己的，因为这个统帅是单体输出的关系，所以2500的伤害是 OK 的。他这个技能要做主将是比较合适的，先提升伤害，然后降低自己受到的伤害。他这个技能怎样比起刘彻那个都是好一点点啊，除非你是要去追击，要降低别人的行军速度，但是我觉得刘彻那个大可不必啦，这个哥果会比较重要一点。第二个技能所率领步兵单位攻击力提升 40%， 每当自己的部队发起普通攻击时，有 10% 的概率使目标受到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30%， 持续3秒，冷却时间8秒。那偏偏这个统帅就看到他提升我不想要提升的东西他提升攻击力，哎呀，如果他提升生命值就好了。至于他这个 10% 概率触发就比较困难一点了，中间有很长一段空档期是没有办法触发的，加上他的冷却时间需要8秒，所以是比较看脸一点的。但是这个技能如果可以触发到的话，对方受到的伤害就会超级痛。第3个技能，担任驻防统帅的时候，生命值提升 30%， 每当自己的部队发起普通攻击时，有 25% 的概率对目标造成额外的重击伤害，伤害系数300，冷却时间4秒，也是跟刘彻一样1/4的概率。看到第3个技能的时候，基本可以确定这个统帅就是用来驻防的。那他这个技能确实也是跟刘彻的第3技能一样啊，就是那个重击伤害也是会再次触发，甚至可以说他这个技能就是照抄刘彻的，也是一样 25% 概率，然后造成的伤害也是300点。不过刘彻是提升步兵攻击，他是提升生命值。刘彻要求是打部队的时候，他是要求做驻防的时候。第4技能，当部队造成重击伤害，就会获得 30% 的普通攻击加成，持续3秒。那看到这个技能，各位应该也知道这个统帅就是要你去搭配一些有重击伤害的统帅。不过还好官方这一次出的统帅呢，2个都是有重击伤害的，或许2个统帅可以互相搭配利用。觉醒技能所率领部队的兵力 50% 以下时，受到普攻或者是反击伤害时，有 10% 的概率触发500系数的护盾3秒，并造成周围最多5个目标，攻击力降低 30%， 持续3秒，冷却时间5秒。那他这个觉醒技能只是前半段用不到而已，不过你要把那个兵力压到 50% 以下是可以的，是肯定没有问题的，就是特意让一些围殴的部队降低攻击力，并且还会触发一个护盾。就如我前面所说的，如果是搭配刘彻来做驻防的话，刘彻是不适合做主将的，一来是天赋问题，第二就是主动技能的问题。显然哥果先提升伤害，然后降低自己受到的技能伤害，再让刘彻触发主动技能会比较合适。第2个技能的行军速度就派不上用场了，但是也不能把话说的这么死。如果是远距离驻防，比方说你要驻防关卡、奥西里斯联赛或者是埃及之战，要用到这个统帅来做驻防的话，还是有用处的。这个统帅的行军速度加成其实还蛮高的。刘彻的防御力提升 20%， 哥果刚好就有提升生命值 30%， 再加上刘彻本身有提升攻击力 20% 是合适的，刚好3位都有提升到。又这么刚好刘彻要触发技能的时候是要当对方是部队的时候，也就是集结啊、野战啊，只要是部队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技能呢，其实在集结的时候是用不到的，也不会触发后半段的 25% 概率造成一次终极伤害，但是也变成他第4技能就浪费掉了。他这个技能要在野外时，他的终极伤害就没有办法触发，也没有办法让敌方部队降低所有伤害。但是换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如果你强制用刘彻搭配哥果去做野战的话，哥果的生命值提升 10% 就没有办法用到了。但是他这一句话之后，后面是放句号，
如果普通攻击时还是会造成额外的重击伤害，伤害系数300，这里就要看玩家怎么取舍了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生命值提升30% 是比较重要一点啦。这里或许就要问一下观众了，如果这个技能要取舍的话，你们会选择刘彻这个技能还是割果这个技能，甚至是把这两个统帅给拆开？那严格来讲，刘彻这个技能你要找到合适的统帅跟它搭配呢，是真的比较难一点啊。如果刘彻野仗真的要搭配的话，我去看了一下技能，皮洛士好像是最适合他的，刚好皮洛士就是普攻统帅，所以这里就看玩家怎么取舍了。如果是真的要搭配做驻防统帅的话，这个技能就废掉，就连觉醒技能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用到。如果是强制让割果去做野仗搭配的话，割果就会损失了生命值30%，这个问题实属有一点为难步兵玩家了。那我才发现，我前面忘记讲他天赋，他的天赋是步兵驻防防御，是步兵的天赋里面最好之一，跟刘彻是完全相反的。刘彻是步兵通用进攻。那么从这一次统帅新的技能来看呢，也不难看出官方想要走一个新的套路，设计新的思路，设计新的机制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步兵统帅了。那之前我讲过，步兵的定位呢，一向来都是在驻防方面比较多。这两位统帅比较起来，你们也不难看出，其实割果的技能是比刘彻还要更好的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割果出现将会成为最强的骑兵驻防。那我觉得割果除了可以搭配刘彻之外呢，其实搭配平头也是可以的。就像平头的第3技能，对目标进行普通攻击时会加1层减1效果，使目标受到的步兵伤害再提升1%，持续15秒。刚好这个搭配在一起的话，可以针对最新的骑兵集结查士丁尼跟司机，最多叠加10层，也就是 10%。 刚好 IT 巫师的技能提升是所有伤害提升 10%， 也是一样。第4技能有进行普攻时有 20% 的概率对目标造成2秒的沉默效果。所以比较起搭配刘彻，我觉得割果更适合搭配平头。虽然平头的3维提升有一点点低啦，它全部都是提升15%，但是加上割果的，我觉得是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这两个统帅搭配起来的话，一来就是玩普攻，不会受到技能伤害减1的效果。不过割果的重击伤害呢，也算是一个矛盾点啊。之前我不是有讲过，我去问客服他的重击伤害算不算是技能伤害吗？客服没有回答我，但是我看别人去问了，客服说重击伤害也算是技能伤害，但是这个重击伤害不吃技能伤害的争议，这个技能确实是很矛盾啊。但至少威廉不会对他有造成任何的影响，再加上这两位统帅搭配在一起的话，是可以抗围殴的。那各位也知道，现在的版本加上水晶科技啊，加上军器之类等等啊，有很多玩家都很喜欢去围殴驻防。除了平头之外，我去看了一下芝诺比亚的技能，其实芝诺比亚也是蛮适合搭配割果的，没有任何的技能伤害提升，全部都是一些普攻伤害提升。步兵的生命值、步兵的攻击力提升呢，其实也是比 IT 巫师稍微高一点。所以相信之后的驻防报告应该是非常逆天了。如果再加上对方是有围殴的话，围殴报告肯定是亏死。不过我也不排除可能之后有玩家测试割果搭配萨尔贡啦。不过我觉得比起萨尔贡，芝诺比亚跟平头会比较合适一点。不管怎么说，如果你是想要玩最新的步兵统帅的话，拱形这是肯定要搞起来了。不过这一次的统帅就如我之前预期的一样，一个野战，一个驻防。你看是不是我都讲我猜得很准的啦？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如果有翻译错误的话，也是可以留言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